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表示，他们正在密切关注全球各地10种新冠变异病毒，其中包括印度近期发现的变异毒株，以及美国发现的2种变异病毒。此外，澳大利亚自5月1号施行的印度旅行禁令击出重锤，最高可判5年监禁，并罚款约33万人民币，堪称全球最苛刻的防疫法令，吓坏了澳大利亚人，且只针对来自印度的旅客，引发了种族歧视的质疑。周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改口称，被处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看看报道。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称，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观察名单中，有3种变异新冠病毒被归类为值得警惕的变种，分别为英国去年12月发现的 B.1.1.7 变异株、南非去年12月发现的 B.1.351 变异株及巴西今年1月发现的 P.1 变异株。研究显示，去年9月就已经在英国传播的 B.1.1.7 变异病毒传染性增加了40%到70%左右，死亡率要高出55%左右。目前，这一毒株是美国传播最为广泛的毒株之一，全球10几个国家也监测到了这种病毒的流入。但南非发现的 B.1351 毒株的传播性更强，巴西发现的 P.1 毒株的变种更多，衍生出多达17个变种。世界卫生组织将印度去年发现的 B.1.617 毒株列为值得注意的变种，但风险性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评估。该毒株的危险之处在于存在2种关键突变，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双重变异病毒。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毒株的突变数还在增加。美国知名研究机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的传染病专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表示，这款毒株目前已经监测到了至少13种突变，突变越多，病毒的免疫逃逸能力就越强。因此，有医学专家认为，目前已经上市的疫苗针对这种毒株的防护力大打折扣，甚至可能无效。此外，还有研究显示，这种毒株的传染性也提高了约20%，大量流行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区。突变增多导致检测难度增加，一些制药公司正在研发专门针对这种毒株的 PCR 测试盒，以便快速识别、精准防控。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上周介绍，这一毒株已经传入中国的几座城市。吴尊友还指出，只要疫情流行不结束，病毒就会一直变种，只要落实防控措施就无需担心。常态化防控仍是中国控制好疫情的关键。这个新的毒株呢，它有3个主要的变异位点，那这些位点的变化呀，与先前发生在英国、南非、巴西和美国加州发现的变异呢，具有相似性。那么印度疫情的快速增长把全球新冠大流行推向了新的流行高峰，也使得亚洲呢成为新冠流行的重灾区。实际上呢，病毒变异一直都在发生，无论病毒怎么变异，我们都能够阻断其传播。只要阻断其传播，就能阻断变异毒株的流行。只要阻断这些变异病毒的流行，就能够防止新的变异毒株的发生。所以说呢，防控措施的落实还是控制疫情最为关键的。上周，浙江金华市通报新增一名男性印度籍无症状感染者。该男子4月14号从非洲尼日尔乘机抵达巴黎，第2天再从巴黎搭乘航班至上海入境，随即在上海某集中隔离点隔离3天。4月19号从上海专车转运至嘉善县某隔离场所进行医学观察，期间多次核酸检测均为阴性。该男子4月30号解除隔离后，乘坐列车到达义乌，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间，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无发热、咳嗽等症状，经专家组诊断为新冠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目前，该感染者已经在定点医院隔离医学观察，已排查密切接触者，均已按要求落实管控措施，涉及场所均实施了有效消毒。目前，全球多国已经禁止印度直飞航班入境。值得注意的是，4月30号，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史上最严苛的印度旅行禁令，从5月1号起实施，规定所有前14天到过印度的旅客一概不准入境澳大利亚，澳公民与居民也不例外。违反规定者将被判监禁长达5年，或罚款6.6万澳元，约33万元人民币，或2者并罚。这一最严印度旅行禁令在国际上引发轩然大波，认为处罚过重，而且在全球多国疫情依然汹涌的背景下，该禁令针对来自印度的旅行者也被批评有种族歧视的成分。We've also got to protect Australians.
And the situation in India is dire and very serious. And we need to take and act on the medical advice that is provided to us. 澳大利亚保守派媒体评论员安德鲁·博尔特表示，这项政策刻薄无理到我不得不将其归罪于种族主义。澳大利亚前反种族歧视专员蒂姆索夫·马塞则质疑称，为何没有看到这些地区对待的措施被用在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占澳洲总人口2.6%的印度裔澳大利亚人社群成员对这项突如其来的禁令表示愤怒，认为自己像是罪犯或是被当成二等公民一样被对待。有法律专家提出，这项临时禁令违反国际法。此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指出，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一政策第一次将国民归国的行为列为刑事犯罪。消息指，目前估计有9000名澳大利亚人身在印度，其中600人被列为易受感染人群。在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周一的报道中，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对此进行了回应。莫里森表示，来自印度的旅行者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和6.6万元澳币的罚款，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坦言自己面临来自各方面取消该项禁令的压力，但莫里森强调，禁止本国公民从印度返回的政策符合澳大利亚的最佳利益，能防止第3波疫情。莫里森称自己非常同情印度，但是有民众从印度返回后，北领地一处隔离设施的感染率增加了7倍。现在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呢，澳洲的这种总理莫里森他又改口，他说可能不会对这些人实施这种所谓高额的罚金咯，或者说是这个刑事的这种处罚等等这些。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澳洲政府的这种伪善的政策，或者基于白种人优先的这种政策，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可以讲说是完全的这种显示出来，这个让澳洲的政府呢，可以讲说是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很大的这种耳光。目前，澳大利亚对所有国际旅客进行14天强制隔离的措施当中，大多数在酒店进行。澳大利亚医学协会表示，需要暂停从印度入境，表明澳大利亚隔离系统目前十分脆弱。该组织强调，澳大利亚政府应该将焦点集中在修补隔离系统上，将澳大利亚人带回家，而不是让这一禁令延长到超出实际所需的范围。好的，我们继续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我们再来看一看印度疫情，现在呢还没有控制的迹象。那您是如何来看印度新冠海啸？世界如何对待呢？关于印度疫情呢，像海啸般的上升，人们呢有各种的解读。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呢，恐怕有3点：一是大意了，在疫苗接种率很低的时候呢，放松了警惕，对人群聚集和流动呢没有适度的限制，那么导致了大流行；二是自负了。年初呢，印度政府自诩呢有大规模的这个疫苗生产能力，还想参与到这个疫苗外交战，还公开的向国民这个宣言呢，这个疫情呢快进入尾声了。结果呢，现在是本国的疫苗都断供了，最坏的结果呢也来临了。3呢是敌友不分，政治上分心了。那么面对新冠疫情呢，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新冠肺炎。但是呢，在全球新冠疫情还没有得到根本控制以前呢，这个印度呢有点心猿意马，一会儿呢要参与印太战略，一会儿呢要提防这个亚洲的邻国，没有一心一意的去抗疫防疫，那么带来惨痛的损失。现在说这些呢，实际上都是没什么意义的。那么最关键的就还是呢要管控疫情，全世界呢都要设法援助印度，这个医疗器械的援助和科技攻关的援助。这印度的变种病毒呢是非常的厉害，那么需要呢全世界呢共同的应对，这个责无旁贷。那么看到许多这个关于印度疫情的报道呀，是非常的惨烈。这个挖墓地的工人24小时轮班都赶不及呢这个死亡人数的堆积，这实在呢是令人揪心。我觉得呀，现在世界各国对待印度呢，都应当放下以往所有的成见和利益，救人为大，把印度人民当成兄弟和邻居来看待。只有全球疫情啊得到根本的这个防控，那么地球呢才会变得更加安全，一个都不能少。这次印度疫情大爆发，谁来负责呢？美国做得怎么样？印度民众将如何来看待美国？这次印度疫情呢，一定会影响印度政治的，那么得有人呢出来负责。
就像美国去年的大选，这个特朗普呢以下台对美国疫情防控不力而负责。那么刚结束的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选举之中呢，是莫迪惨败。他在这里呢发表了数十次的演讲，但是呢，民众还是用选票对莫迪亮出了红灯。那么最新的进展是，国防部呢正准备向德里派兵防疫，这就意味着呢行政管理上的失败。如果这个印度多个地方都需要军队来维持秩序，那么莫迪政府的合法性呢就大大的降低了，失去执政资格的可能性呢也就大大的增加。批评者呢已经喊出了要莫迪下台，但是我认为呢，现在还是全力以赴的抗疫才对，才是正确的选择。那么美国这个印度的朋友做得怎么样呢？说实在不咋样。印度媒体说这个拜登呢口口声声说要援助印度，但是呢光说不练，统计了大量的疫苗，就是不给印度一剂，还是从这个5月4日起呢要禁止美国和这个印度的通航。还有媒体说这个人家中国呢被印度视为对手，却拿出援助帮忙对付新冠危机。那么反观四方对话的盟友，也就是美日印澳，那么只送来一句同情的这个说法。澳大利亚呢还声称，任何呢从印度回国的澳大利亚国民都将面临罚款和最高5年的监禁，这被视为是种族歧视。印度呢经过疫情海啸以后这个国内的政治和对外关系呢都会发生变化的。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南亚问题专家就说这个美国对印度所发生的人道危机的反应慢半拍，实在是令人遗憾。这类事件呢只会加强印度今后要走战略自主，而不是进一步的靠拢美国。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